好的，朋友们，很高兴在房间里看到大家。那么这期视频主要是一个英国旅行的总结攻略视频。其实很多信息我已经在之前的 vlog 当中都有讲到，但是我发现还是讲的比较碎。那么我希望能通过这一个视频，能将这些信息全部总结在一起，能让大家更清晰笼统的了解整个英国旅行的每一个关键步骤的攻略。首先去英国之前，大家得先了解英国。英国其实这个国家是由4个不同的小国家组成的，分为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。大家熟悉的伦敦就是英格兰首都，也是整个英国的一个首都。苏格兰的行政首府是爱丁堡，威尔士是卡迪夫城，北爱尔兰是贝尔法斯特。那么大多数朋友接触的一般就是英格兰这块大陆上的一些城市，像伦敦、像曼彻斯特、像利物浦、纽卡斯尔、约克、考文垂等等等等。英国的话，因为它在2016年它脱欧了，已经不是欧盟国家了，那相当于它需要一个自己的签证，就是它的英国签证。那么是欧洲的申根签证是到不了英国的，同样英国的签证是到不了欧洲的。英国的旅游签证的话，它不只是在英国可以玩，它同时可以去爱尔兰。这一点跟英国的留学签证不一样，英国的留学签证只能在英国大陆本土玩，但是爱尔兰的话是不能第一次就直接进爱尔兰的，一定要是第一次是先进入英国大陆才能去爱尔兰。英国的旅游签它其实非常的大方，一给就是给2年，单次进英国是可以待180天，然后是无限次的进出的。我个人觉得英国签证是很多发达国家中最好申的签证之一，因为它可以自己 DIY。我希望懂英语的朋友不要去找那些旅行社去办，其实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去做这个签证的。英国签证的话是在英国 government 的个官网来进行做签证的。那么来到这个网页呢，首先可以看到是 Visa 的费用，我们目标申请是 Standard Visitor Visa， 费用是127镑。那么它最长待的时间是6个月，就是180天。那么直接就可以 apply online， 然后它可以选择语言，但其实你选择了中文也没有用，因为很多时候它的问题就是英文的。如果英文不是很好的朋友，也可以通过 Chrome 这样的浏览器翻译整个页面。那么我就不接下去演示了，因为整个填表过程要半个小时。填完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就是要提交材料。英国签证的信息呢，其实主要是3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呢，就是你的护照；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资金证明，就是你证明你自己有能力能到英国去。对于有工作的朋友来说，只需要去拉一下自己工资的银行流水就可以了。大家拉6个月左右的流水，然后用荧光笔或者用红笔将自己工资那一栏标注一下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收入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月薪1万以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是没有正常公司发工资却有别的资金来源的朋友的话，就不能用银行流水这个方向来走了。大家必须要在银行里面存满一定的钱，存个5万或者是10万，证明你自己能在英国逗留这段时间，能通过自己的钱来 support 自己。除了存款，还有就是定期啊，包括你的房产证啊，包括你的车产证啊，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 support 的文件。还有一种呢，就像大家父母或者孩子，父母的话就是自己也是存款，孩子的话是家长的存款。当然这2点我是没有接触到的，所以我也不能说太多，那么大家自己可以去研究。还有一个证明就是自己的一个雇佣证明，证明自己是在哪个公司工作，这个大家可以找自己老板去开一个在职证明，然后在职证明上要写好自己的年薪大约是多少，让老板盖一下公章签个名。这份文件也是要用英文的，主要是这3样东西。很多旅行社会要求你提供机票，要求你提供酒店，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在英国的签证官网上写到需要这些东西。然后提交完自己的签证之后，大家就需要自己去约自己的签证的递签时间了，因为英国签证是需要面对面的递签的，它需要审核你的材料，并且要摁你的指纹。递签的 slot 预约就要通过一个叫 VFS 的网站，这个公司是非常愚蠢的一个公司。大家在网上约好 slot 之后就可以去递签了。首先一定要打印好自己的 checklist 以及自己提交过的一些文件的纸质版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那时候递签是没有收的，但是大家以防万一还是要带着的，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打好，否则你就会被 VFS 坑，他会收一些费用，比如说像翻译费用。如果你说要现场打印，他也会收取你打印费用，这些费用都非常的昂贵。在摁指纹之前，签证官会问你需不需要邮寄，需不需要短信。短信的话，请大家千万不要去订，大家自己的注册邮箱会有签证通过的一个信息过来，跟短信是一模一样的，短信就是坑你钱的。不要问我是为什么知道的。上海递签的话，大家其实不需要去邮寄，可以自己去拿。
但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，只能选择它邮寄，它邮寄费用也特别的贵，如果没记错的话都快100块钱了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被 VFS 这个傻逼公司给坑太多的钱。一般递完签之后，官方写的是15个工作日能拿到签证，也就是3周。大家一定要留充足这3周的时间，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它确实就是3周下签。那么这就是递签证。大家出了签之后就可以买机票了。从中国飞英国的话，直飞的话只能飞2个城市，一个是伦敦，另一个就是曼彻斯特。直飞的航班差不多是10到11个小时单程，那么回程的话可能会快一点，因为地球在自转。中国有很多航空都是可以直飞的，比如像东航、国航、吉祥航空、海航都是有从中国直飞到英国的飞机的。可能外国航空只有英国航空这一个点。除了直飞，大家还可以选择转机的航班，一般转机时间是15到20个小时，有很多航空可以选择，比如说像卡塔尔航空、阿联酋航空，当然也有土耳其航空，像最近的一次我坐就是土耳其航空。然后之前我出国的话还坐过奥地利航空，还有荷兰航空，转机的航空就会稍微更便宜一点。出发前大家带很多东西，第一样东西就是护照了，这个逃也逃不掉的东西。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个转换插头。英国的插头呢跟中国的不一样，它是一个3个柱头的一种插头。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去淘宝上买这种多功能插头，它不仅是有英国的这个插头，也有像欧洲的一个这种2孔插头，也有像日本的一样这个双孔插头啊，就一个东西可以去好多国家都可以用。第3样东西呢就是 SIM 卡，那么英国的卡呢，大家可以通过淘宝买。除了 SIM 卡，大家也可以买那些漫游的蛋、WiFi 蛋啊。像我这种在国外买的手机的话，其实可以买 eSIM 啊，非常的方便，不需要换卡。第4样东西呢，就是一张 Visa 或者 Mastercard 的 Contact List 卡。什么叫 Contact List 卡呢？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在这个卡的这一侧是有一个像 WiFi 一样的一个标识，因为在英国的付款方式都是这种用卡去接触它的机器这种付款方式，乘公交也是的。如果有这张 Contact List 卡的话，可以很方便用一张卡去支付很多个不同的场景。Visa 跟 Mastercard 就不用说了，就是因为它是全世界通用的。然后的话就是现金了。虽然英国现在其实大多数地方不需要现金，但是大家如果去一些乡村啊，或者是开车自驾，有时候停车它是需要到现金的。那么现金大家可以通过银行的预约去拿到现金。最后一样东西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带好洗漱用品。如果大家其实预算不是很足，想住一些 Airbnb 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廉价的旅馆的话，他们是不会提供洗漱用品的，尤其是拖鞋啊，英国人是没有穿拖鞋这个习惯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洗漱用品，牙膏、牙刷、毛巾以及拖鞋。接下来就是去英国之前需要下载什么 APP。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APP 就是谷歌地图了啊。谷歌地图它不仅是一个查公交线路的一个地图，它同时还是可以去找餐馆、找旅店，甚至找一些停车场，这种非常方便。谷歌地图虽然它自身也会有点毛病，但是它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旅行 APP。大家去伦敦玩的话，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 City Mapper 啊，这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公交 APP。如果要乘伦敦火车的话，就要下载一个叫 Trip.com 或者是 Trainline 这样的 APP， 这个我之后会介绍。接下来就是英国的出行时间了。英国的话，它是分夏令时和冬令时的。它的夏令时一般是在4月份到10月份，冬令时就是11月份到3月份这段时间。夏令时的话，它跟中国的时差是7个小时，冬令时的话是8个小时。冬天的话会下雨，下的很多。那么夏天的话，其实天气都非常的好。英国的最好的季节是什么呢？我会说可能是5到9月份这几个月。首先，英国的气温非常的适合去游玩，尤其是暑假7、8月份，它的最高温度也就25度左右，最低温度是15度左右，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。5月份、9月份可能会稍微冷一点，但也没有冷到哪去。另外，这段时间是英国的夏令时，就是它的白天时间会变得非常的长，因为英国的纬度非常高，尤其是到夏至，它的白天时间最晚可以达到10点多，挺适合游玩的。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在冬天去英国，尤其是像圣诞节，很多朋友觉得圣诞节英国是非常有氛围的，到圣诞节那段时间，可能下午3点钟左右天就黑了，基本上大家能游玩的时间非常的少，而且特别冷。然后圣诞节的话，几乎没有什么店开门，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冬天去英国玩。大家一直有误区说伦敦一直下雨，伦敦一直下雨，其实伦敦的雨跟江浙沪比根本就是洒洒水，更别说去跟我们广州的比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哪怕天气预报上写的是下雨，它可能一天就下了1、2个小时。春夏天去的话，
尤其是夏天，白天的话是一件短袖，然后晚上加一个衬衫就行了。英国的温差会有点大，春秋天的话，大家需要穿的更厚一点，里面穿一件保暖内衣，外面套一件连帽衫，如果在家的话，再可以加一点轻羽绒服。白天的话，可能一件连帽衫就可以了。冬天的话就别说了，就是非常冷，那么羽绒服一定要带着。然后因为下雨特别多，大家尽量带那种防雨的那种厚的衣服。英国的话，如果下雨，其实撑伞是非常不方便的。曾经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是在下雨，那时候是3月份，我看大街上怎么那么多人都是不带雨伞就在雨里面走，觉得很好笑。等我撑起伞之后，一阵大风吹过来，我才知道原来小丑是我自己。其实就是它的风特别大，所以其实撑伞有时候伞就很容易坏掉。当然大家伞还是要带着的。买的话一定要买结实的伞。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防盗，因为英国尤其是伦敦这种大城市，它的小偷特别多，被偷的东西最多的就是手机了。很多人就是非常不注意的放在兜里了，放在那种浅的包里面，一到那种公共场合就被人家会摸掉。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手机链套在手上，这样就不会被摸掉了。然后自己在大街上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在大街上这么玩手机，很容易就是被一个人从后面一上来就把它冲掉，就抢掉了。钱包的话一定要放好，尤其是护照的话一定要留在宾馆里，不要往外带。住宿的话，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软件都可以订，携程啊、Booking 啊、Airbnb 啊都可以订。那么很多朋友关心到底住哪里比较安全呢？其实我觉得安全这个东西对不同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对于我来说，其实在伦敦哪里都差不多。知道有一些地方稍微危险点，但是如果住在那里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，第一次去的话会被伦敦吓到。我也不能说哪边安全，因为这是我的标准。那么我觉得就是有几块区域我不建议大家去住。首先是火车站附近，那么一般在欧洲的话，火车站附近是最乱的，当然也是最方便的。如果真的要住的朋友的话，大家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财务。然后还有几块区域大家千万不要去碰，首先是 Whitechapel， 伦敦东区那块，因为那边是很多某些国家在那里非常的危险，而且非常的脏乱差。然后就是 Camden 那块，伦敦北区那块也很乱，因为那边是伦敦亚文化聚集的一个区域，很复杂很乱。还有一块区域呢，就是伦敦泰晤士以南那些区域，因为那边就是很乱。我觉得对第一次来英国的朋友可能会感到害怕，这是我对大家住宿的一个建议。那么一般在伦敦住宿还是很贵的，那一间房间怎么也得1000到2000，比较好一点的，1000以内的也有，就是会条件差一点。